中国辽宁号航母在太平洋训练有哪些关注的重点？中国航母又是如何粉碎西方的谣言？中国航母有美军退役指挥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近几日，中国辽宁号航母编队远出太平洋进行军事训练，引发了外界关注。据获悉，辽宁舰编队这一路没少受到照顾，包括日本自卫队与美国侦察机都对辽宁号航母进行了实时跟踪，并且日本自卫队还用手中的相机时刻转发辽宁舰的状态，而辽宁舰倒也不避讳，直接在美日面前秀起绝技。在这段期间，辽宁号航母当着日本自卫队的面展示了歼15舰载机挂弹起降的画面。辽宁号航母作为中国的第一艘航母，即将迎来10年的服役周期。如今，这艘航母依旧表现活跃。此次远航也一次性击碎西方的3大谣言。第一个谣言是中国航母仅能在外续航6天，这个定论其实很早就没有市场了。早在辽宁号航母还是瓦良格号抵达中国后不久，就传出中国要将其作为军用航母进行改造。不过那时一些西方专家表达了不屑，有西方军事专家表示，瓦良格号作为一艘老航母，加上中国根本没有改造航母的经验，因此就算勉强把航母造好了，也是问题百出，其在外自持能力恐怕只有6天。但辽宁号航母已经服役这么多年，经常进行长达半个月甚至1个多月的远航。就拿此次辽宁号航母的行动来说，早在12月15号，日本方面就通报这艘航母驶入日本岛屿附近，到今天远不止6天时间了。第二个谣言就是中国航母缺乏实战能力，这个谣言来源于西方一直以来对辽宁号航母的定位，不少外媒将辽宁号航母称为舰载机训练舰。歼15可以在辽宁号航母上进行起降，但辽宁号航母由于自身的局限性，无法指挥舰载机战斗，因此中国将主要希望寄托在国产航母上。但这一次日本自卫队也拍到了辽宁号航母出动的舰载机是挂弹飞行的，其中一架歼15的机翼下挂载有2枚霹雳8格斗导弹，机腹中线位置挂载有2枚霹雳12重距导弹。这样的搭配模式，很显然这架歼15处于一种战斗状态。同时，这也能证明辽宁号不仅仅只是一艘训练用航母，可以随时参与实战中。第三个谣言，中国组建歼15机队成军至少需要10年的时间。这个结论出自2013年西方专家的话。当时辽宁号航母刚刚服役，歼15舰载机还未完全适配辽宁号。当时辽宁号航母舰长承认，对于中方计划部署的歼15战机，中国仅有12名受过相应训练的飞行员。而外媒认为，舰载机飞行员培训周期长，中国没有经验，因此至少要10年才能成军。但是在2018年的时候，报道称辽宁号航母已经能实现24架歼15舰载机全天候执行任务，也就是说，真正成军的时间只用了6年，并且中国的第2艘航母也即将成军。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辽宁号航母上的舰载机系统基本上是参考美国航母的体系。比如中国航母的甲板运作及起降操作是美式的，而不是学习俄罗斯人。而且舰载机编队成军速度如此之快，于是一些小道消息指出，中国在这方面并非无师自通，而是真的请来了美国退役军官作为训练官，才使得中国舰载机训练速度如此之快。关于这一点，中国官方并未直接提到过，但从各方信息来看，这个很可能还真不是假的。2009年歼15战斗机首飞成功，作为即将登陆的辽宁号航母的舰载机，如何让歼15适配辽宁号就成为关键问题。而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要专门培养舰载机飞行员。当时歼15的飞行员是从空军中选拔的精英。在航母服役之前，中方还借用过巴西的圣保罗号航母训练中国舰载机飞行员。在当时的计划中，辽宁号航母上的起降指示、信号灯等都将参考美国的方案，毕竟美国在这方面最为成熟。但问题是，这种军事机密美国也不会透露给中国。而那个时候，中国军方想到了一个办法，用重金挖一个在美国航母上服役过的人员来作为中国舰载机飞行训练官。后来还真的就找到了这样一个人。2012年前后，中国从澳大利亚民航重金挖来了一个美国退役舰载机飞行员。据获悉，这位飞行员曾作为航母舰载机中队指挥官，很熟悉舰载机方面的事宜。
并且这位指挥官也是 F-14熊猫战斗机飞行员，有着多年飞行经验。但是在 FA-18大黄蜂问世后，美国海军方面着手用 FA-18替代 F-14作为航母舰载机。到2006年，美军的 F-14全部退役，而此时有一批 F-14飞行员因习惯了重型舰载机，并不喜欢 FA-18这样的中型飞机，于是选择了提前退役。这些飞行员也很快被各大民航公司聘走去驾驶民航飞机。首先，中国民航企业就打听到了，在澳航中就有这么一位前美军舰载机指挥官，经验绝对丰富，于是用重金将他带到中国来了。不久后，中国军方找到他，表达了希望他作为训练官协助辽宁号航母培养歼115战斗机飞行员的意愿。意外的是，这位前美军指挥官很爽快的就答应了。据获悉，因为他了解到歼115战斗机是一款重型舰载机，出于当年对 F-14重型机的感情，他很乐意尝试，甚至表示愿意找到以前的战友来中国航母上作为雇佣兵来驾驶歼115，让辽宁号航母迅速组建起战斗力。不过后来中国海军司令部听闻此事，委婉拒绝了他的好意。毕竟中国航母上要是有一群美国雇佣兵，那就相当奇怪。刚开始的时候，由于歼115产量不足，空军方面就拿歼11B给这位美国训练官找感觉。后来随着辽宁号航母服役，歼115登上航母，美国训练官登上了中国航母，教授中国飞行员，而他也成为首位登上中国航母的美国人。不过因为出于保密考虑，多年来中国方面一直未公开此事，甚至我们都不知道这位为中国航母做出过贡献的美国人究竟叫什么。关于中国请来美国退役指挥官指导中国航母舰载机训练的消息，最初是在中国军事论坛上有爆料，并且得到了内部人士的证实。后来在一本有着中国官方宣传性质的漫画中就提到，中国在组建歼115飞行编队后，确实有用重金挖来了一位美军退役指挥官。此人对于中国舰载机编队的组建有着重大功劳，这也从间接证实此事的真实性。说美国人帮助中国培养舰载机飞行员，听起来会有些意外。不过作为军事雇佣人员去他国军队中从事一些工作，实际上在国际社会上并不罕见。不管怎么说，早期中国在培养舰载机飞行员这方面的确挺不容易。根据网上流传的标准，要成为登上航母的歼115飞行员，至少要保证飞过5个不同机型，飞行总时长要突破1000小时，而且3代机飞行时长要超过500小时。严格的选择保证了中国航母舰载机飞行员的高素质，但是也透露出了一些无奈。不过去年的时候，中国也改变了从空军中选拔精英作为航母舰载机飞行员的方式。2020年度海军招飞信息中就明确指出，重点招募航母舰载机飞行员，要求报名者的年龄在16至19周岁之间。这也说明中国在舰载机飞行员的培养上已经开始注重专业性，